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今天是嘉東時間2026年2月19號，農曆丙午年的正月初三。上期節目我們聊了河南衛視春晚2月14號的斷播事件，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2月16號的央視春晚。這次央視春晚推出的最大明星那當然就是機器人。宇树公司的机器人武術隊和少兒武術隊同台表演機器人又是側空翻又是倒退空翻，這些高難度動作展示了身體的平衡性和靈活性，同時呢又有表演武術拳法套路、拉架式，这些小幅度的動作也展示了身體各個部分的協調。那確實這些方面的能力呢，能夠讓機器人看起來更像人。機器人是當晚的最大熱點，這個節目也被官媒、被外宣和內宣賬號們廣為轉發，發到了牆外的各個科技討論社區、各個社群裡面去，從而呢就在全球的科技界和工程師群體裡面也引起了高度關注當然毫不意外，這些反饋意見裡面表達驚豔的、意外的觀點又被外宣、內宣賬號們循環搬運回牆內顯得我們把老外給鎮住了。於是中國機器人成就的突飛猛進就成了這2天的新鮮熱點。特別是對比2025年春晚上機器人穿着花苗扭秧歌那個動作，1年前的機器人它那個動作還談不上扭，非常的僵硬。那麼今年的進化看起來的確是非常顯著，最起碼呢機器人的動作已經非常順滑，非常接近人類了。因為有這種肉眼可見的強對比，那它成為熱點話題的確也理所當然。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點，就是這個節目的成功是視覺效果的成功。如果讓波士頓動力公司的機器人來表演，也許同樣成功，甚至更成功。在視覺效果以外，有別的故事，比如有排練過程中的試錯，像這樣的。另外一些畫面觀眾們就不那麼容易看到了。比如在春晚這個節目火了以後，另外一些畫面也相繼流出。宇樹公司登上春晚舞台的機器人其實背後都是有人手動操作的，每一個機器人背後就有一個遙控師。還有這樣一條視頻，2025年在宇樹公司的一次展示會上，機器人表演與來訪者互動打招呼、揮手什麼的。結果拍攝者發現有一個人拿着遙控器在後面操作機器人，為了不引人注意，操作員還故意把遙控器藏在背後。但是為了看清這個訪客和機器人的互動，好遙控機器人做出準確的反應，他站在人圈外面還很辛苦的把頭探到人圈裡面看。這次展示活動發生在2025年11月份的上海進口博覽會上，離春晚很近，而且官媒對這次展示活動也有報道。那我們對比一下官媒的報道和現場觀眾拍下來的視頻，大家就什麼都明白了。這是新華網上發布的視頻，穿着小馬甲的宇樹機器人在表演跳舞。從這個視角看，是不是覺得機器人很絲滑、很先進，給人印象很深刻呀？那好，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POV 的拍攝。這支視頻是完全同一個場景，也是同一台穿着藍色小馬甲的跳舞機器人。要不要再來一次？他在問還要不要再來一次。在這支視頻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台邊就有一個人手拿遙控器在操作，就是宇樹公司的工作人員。他還和現場觀眾有互動，問人家要不要再來一遍。而這個畫面就是新華網視頻不會展示給你的了。所以我們可以得知，新華網所展示的這一段20幾秒鐘的機器人跳舞，它是在一個高度受控的環境下，由遙控員操作，又排練了很多次以後的結果展示給你看的。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這句話放在機器人身上也同樣適用。還有這支視頻，貌似直接就是春晚排練現場的畫面流出。機器人呢，正在揮拳在排練武術，有真人演員在一起排練，而操作員就在後台入口的地方，一邊盯着舞台上的現场，一邊是着急忙慌地捣鼓着遙控机器人。所以我們看到的春晚節目背後有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真相。請注意，這裡有個關鍵詞，叫做高度受控的環境。其實呢，就是接近於實驗室環境，所有的外部變量都在掌握之中沒有什麼意外。從實驗室到工厂，有許许多多技術就是死在了這道坎上。用那篇流行爽文
2026我眼中的中國經濟，用他的觀點來說呢，中國的機器人技術現在處於哪個階段？總體上還是在0到1這個階段，是從實驗室到工廠的這個階段。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可控的成本和穩定的良率。從穩定的良品率這個角度來講呢，中國產的機器人似乎還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一旦脫離了高度可控的環境，又沒有了拍片子的人的精確剪輯，不時的就會發生這樣一幕。那請問，死在了從實驗室到工廠這個階段的技術有多少呢？保守的估計至少有90%以上的專利技術死在了這道坎上。他們是完成了從0到0.5的突破，相當於是一隻腳已經跨在了走出實驗室的門檻上，但是沒有完成從0.5到1的突破，就是沒有辦法走進和實驗室隔壁的工廠。很多新技術，它的生死难關其實不是0到0.5，而是從0.5到1這個階段。說起差一點成功的技術，那真夠寫一部血淚史的。大家熟悉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氢動力汽車，很多朋友還記得吧？它完全環保，而且也非常符合直覺，因為氢元素是太陽系最豐富的物質之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是為什麼這2年沒人提起來了呢？那是由於氢燃料的儲存難度比較大，成本比較高，要建成這方面的基礎設施，類似於電動車的充電樁就太貴了。把汽車油箱換成氢燃料罐，這個不是難點，難點是產業生態建不起來，成本曲線失敗了。除非這個氢燃料本身有突破能夠合成一種以氢元素為主的，又是易於儲存、易於運輸的氢燃料，那麼這條路走得通。但是呢，在大約5年前就已經確認這條路是失敗的。早在幾年前說很多人會不服氣，但是現在確實這已經是一個確定的事實了。但是說到這兒呢，又要打個補丁，就是這種新型氫燃料本身不一定不可行，你慢慢的研究呢，有可能哪一天就做成了。但是技術它是彼此競爭的關係，科技樹的另一支發展太迅速，電動車成熟的太快，所以研究新型氫燃料已經沒有必要，它得不到投資，於是就死掉了。現在死呢，也不意味着永遠死只是現在無人問津，也可能未來某個时刻它又成熟了又復活了，那是未來的事儿。总之它現在是死翘了。另外一個例子是光計算機，它的概念剛剛提出的時候，曾經讓科技界無比興奮。它的核心概念是用光子取代電子，能夠極大的提高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它能夠做出實驗室的原型機，但是沒有辦法做到通用化和小型化，因為光學器件要集成，比起電子器件難度要大很多制造成本比硅晶片要高很多，成品太貴，不會有客戶願意買的。而中國現在的機器人技術呢，應該是很接近工廠量產的階段，但是 not yet， 還有一些關鍵的門檻需要跨過。最主要的呢，就是中国的機器人還沒有辦法對環境做出自主的判斷，它只是初步解決了動作協調的物理機能問題，說明機器人的控制算法還是相當強的。但是机器人要真正走上複雜的應用場景，還必須要有自主自能，自己能夠对工作任務做出判断。舉個例子說，語數機器人和特斯拉汽車，您覺得哪一個更接近機器人呢？這是一個非常容易被表面欺騙的問題。特斯拉汽車帶着4個輪子，一點也不像人，是吧？但是它從本質上更接近對機器人的理解。為什麼呢？因為特斯拉它的自動駕駛功能能夠在複雜的路況條件下自己搜集信息，自己選擇路線，自己決定這個汽車的行動，你是 hands free 的它就非常接近人的行為特點。但是呢，也只能說它從本質上更加接近人實際情況呢也不那麼簡單，因為汽車它確實運動機能很簡單，它就是在2維平面運動，而機器人要在3維空間活動，它的運動機能比起汽車要複雜得多，難度指數要超過 N 倍，所以這個運動控制算法呢，也確實是機器人技術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和電動車相比，不完全是一條科技樹，但是作為智能的硅基生命它的本質特徵還是在於智能它得具備通過學習獲得自主智能的能力我一談科技話題要打的補丁就比較多我作為一個文科生來聊科技，我容易嗎？大家也別嫌煩我也是被逼的，因為觀眾當中程序員和工程師太多，一個面向沒有說到就會被噴死。語數機器人能夠表演武術
視覺衝擊力還特別強，特別像那麼回事兒。但是你能想象他走上工作台，每個機器人背後有一個遙控操作員嗎？那不是吃飽了撐的嗎？工人自己動手幹活不就完了嗎？那企業家買個機器人來幹什麼呢？還要維修充電，是徹底給自己找不自在。客觀的講，春晚上語述機器人的表演的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馬斯克自己也說 impressive， 說明語述過去1年的控制算法有長足的進展。在所有的機器人應用场景当中，流水線固定工位的工作是最簡单的就是幾樣重複性的動作。物流和仓储環境呢，複雜度次之，因為在这種環境下，机器人就要对空間变量进行複雜的運算，它才能夠把貨物擺放到最優位置。它還得自己判斷工作的優先級別，得自己設計運動路線。家務勞動其實難度更加大一些，因為一個家一個樣同樣洗碗，不同的家庭那個工作環境都不一樣。家庭和倉庫相比它是一個更加非標準化的工作環境，所以就要求機器人有更強的通用能力。總之，只要讓机器人在一個3維環境自己動起來這個任務的複雜難度就會呈指數級別上升。重點來了，在所有的環境當中，哪種環境難度是最高的呢？就是戰場環境，它是條件最不可控、變數最多的一個環境機器人戰士，你要不停地隱蔽臥倒，還要不停地搜尋目標開火，還要不停地調整戰術，彼此配合呢比如一個單位對敵人進行火力壓制suppressing fire， 另外一個單位呢則是迂回接近敵人等等等等，要完成許許多多複雜的協調工作。當今機器人在戰場上執行獨立任務，最大膽的嘗試就是發生在俄烏戰場。去年烏克蘭曾經派出一小隊履帶式機器人，帶着機槍執行前線突破任務。其實每個機器人後邊也是有一個遙控員，那這種機器人準確的說是小型无人裝甲車，據說效果不錯宣傳了一陣就沒有下文了。估計效果不錯也是當時的心理效果，把俄軍給唬住了，但是俄軍立刻就找到了應對辦法。在烏克蘭戰場上，烏克蘭這邊人力極度短缺，如果戰場機器人真的有實用性，一定會大面積推開的那是沒跑的。沒有什麼事情會比軍事需要更能夠促進技術成果盡快落地，但是它沒了下文嘛，也就說明這條路是相當不容易走通的。目前戰場機器人執行的任務主要是偵察和運輸彈藥這一類的，並沒有直接負擔前線作戰任務。去年烏克蘭搞的那次機器人實驗性突擊，其實是在開闊野戰條件下環境是相對簡單的。最近網上有一些中國軍用機器人進行訓練的視頻，畫面和配音都是按照新聞方式制作的，流傳很廣，甚至可以以假亂真。近日，一場跨域協同作戰演練在某戰術訓練基地悄然展開。與以往不同，此次亮相演兵場的是一支由國產語述系列智能作戰單元與機械狼仿生突擊平台混編而成的人機協同戰術小隊。這些視頻是來自於 B 站的一個賬號，自稱是 AI 生成的，但是背景很可疑，因為視頻中大量使用了中國政府和軍隊的標誌元素，但不被查處聽之任之。有些視頻當中有真人配合演出，也像是有真實制作的成分。考慮到以前中共軍演也曾經使用外國電影的畫面造假，所以這一類所謂民間賬號可能也有特殊背景，它不一定真的那麼民間。那這些作品有的就非常方便被包装成假新聞，然後由內宣外宣賬號拿到各個平台去分發，搞認知作戰，吹捧中國的機器人技術已經超英趕美了。所以這裡我們介紹中國機器人技術的進展嘛，所以也得介紹軍用機器人實際達到的水準。我在做今天這集節目之前，專門用 AI 工具幫我整理了海外技術圈，特別是 Reddit 論壇上的工程師社區對中國機器人的評價。應該說，工程師圈對春晚語述機器人的表現認可度還是相當高的。認可主要集中在認為語述機器人的控制算法比較強，末端執行器的性能也比較強。還有呢，工程師們對於中國機器人的成本優勢相當畏懼。他們擔心中國機器人就像廉價電動車一樣衝擊海外同行，大夥就都失業了。但是讚許派和恐慌派是少數，更多的是冷靜派。他們最關注的仍然是自主智能，就是機器人的大腦，它得能夠和環境互動，而且自己做出決定。那這就包括了機器人的感知能力和通用能力。
什麼意思呢？就是機器人不只能夠表演拿杯子，它還要知道根据这个杯子形状的不同，怎麼樣調整自己握杯子的動作，還知道怎麼樣擺放杯子最適合任務的需要。而這種通用能力才是突破的難點，也必須做到這一點，機器人的廣泛應用才能夠打開那個閥門。如果每一個機器人背後都要配一個遙控操作員的話，那麼這個機器人只能在很有限的場景下替代人類的工作，比如說深海探索，又比如說礦井和有毒有害的環境。那超出這些環境，機器人用處就不大了。軍事環境就更加不可能了，因為在有強電磁干擾的情況下，你的遙控可能是失效的，那機器人就成了一堆廢鐵了。現在機器人競爭的壓力是誰能先賺到錢，誰就能贏。馬斯克自己也承認對中國機器人最擔心的不是它的性能，而是中國產業鏈的完整和製造能力。中國有可能先做出非通用化的機器人只能夠固定完成幾個動作，比如只能掃地，只能洗碗，先賣到家庭裡面賺到錢再說，以後再慢慢研發萬能機器人。這條路徑是最能夠發揮中國在製造業上的優勢的。而馬斯克呢，則是希望自己推出的機器人 Optimus一起步就有降維打擊的技術優勢，能夠一錘定音，但是動作不能太慢，產品也不能價格太高。這也是為什麼馬斯克現在最需要的是產能，他把特斯拉的 Model X 和 Model S 生產線都暫時停產了，就是要騰出產能，先推出 Optimus 機器人這就是原因所在，不能夠錯過撈第一桶金的機會。2026年會是 AI 和機器人技術大爆發的一年。但是我今天聊這個問題讓我覺得不安的風險在什麼地方呢？就是中共有非常強烈的去賭高科技風口這個意圖，現在從宣傳上來看是全線壓上了。美國這邊是傳統產業其實是在賺錢的，是在提供穩定就業的高科技產業如果泡沫破裂了，整個經濟體系不至於崩潰，它只是會燃燒掉很多泡沫財富。AI 連帶產業佔美國經濟的比例雖然在快速上升，但實際上它在投資所佔的比例只有 5% 到 6%， 佔實際 GDP 產出比例更低，還不到 1%。 AI 泡沫假如今年破滅了，對經濟的結構性破壞還是有限的。而中國是啥情況呢？是傳統產業都不賺錢是在大量的製造失業。而房地產的拖累呢，又使中國的金融安全和財政安全有嚴重暴雷的風險。習近平是有一種要押寶高科技行業翻盤的強烈衝動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給人這種感覺。他是想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高度依賴鋼筋水泥這些重資產輕收益的行業，給一步搬到依賴高科技行業上來，體現出的是一種梭哈的心態。好像馬上就要超英趕美了，已經接近於成功了一尊你就趕緊再多批點項目，多撥點款，趕緊加碼就彎道超車超越美國了是這麼一股勁頭。我們談技術呢，可以理中客，可以既談進步又談不足，但是這種心態要不得是以國運，以全體中國人的財富和身家性命做此一賭，那這種心態是非常讓人不安的。今天的時事話題咱們先聊到這兒最後介紹一下。今天在會員網站文招點 CA 上有更新，是聊中國上古大移民這個話題的下集。在過年期間呢，我就多加點班在會員網站和在 YouTube 頻道上都有更新。大家難得有時間看視頻嘛，所以我就多生產點內容。那在文招談古論今這個頻道，下次見不出意外是明天星期五。謝謝各位。